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近日，中国出品的首款 3A 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爆火，成为全球热话，更令孙悟空这个在中国家传户晓的神话人物再次成为人们焦点。今期节目就趁着这个热度，再说说孙悟空的前世今生。孙悟空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西游记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角色之一，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孙悟空的故事跨越了数个世纪，至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孙悟空可以说是《西游记》的第一男主角，因为《西游记》开篇就是以孙悟空的诞生说起。孙悟空的出身非常特别，他出生于东胜神州的傲来国花果山。花果山位于东海之滨，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地方。孙悟空是由一块受日月精华滋养的仙石孕育而成，这块仙石经过长时间的日精月化洗礼，最终在一天雷电交加之时裂开，从中蹦出了一只猴子。这只石猴子一出生就眼里冒出2道神光，射冲斗府，甚至惊动了天上的玉皇大帝。他能走会跳，会说人话，出生后不久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，这显示出他天生就有着不同于常猴的力量。后来，石猴子在花果山上发现了一个名为水帘洞的洞府，并带领群猴进入，从此成为水帘洞的洞主，被称为美猴王。他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，领导着众多猴子。一次，美猴王看到年老猴子的死去，他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，他不想自己有一天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，渴望获得长生不老之术。于是他决定离开花果山，四处寻找仙人学艺，学习长生不老的方法。猴王最终找到了方寸山斜月3星洞的菩提祖师，并拜在其门下学艺。菩提祖师根据孙字去掉犬旁，赐其名为孙悟空。在菩提祖师那里，孙悟空学会了72变、筋斗云等神通。筋斗云能一跃108000里，72变让他能够变化万物，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法术。学成之后，孙悟空返回花果山，接着先后从东海龙宫夺取了定海神针作为兵器，这就是那只能放在耳朵里的金箍棒，并闯入地府修改了生死簿，使自己和猴族成员得以长生。龙王、阎君去天庭告状，玉帝把孙悟空召入天庭，碍于悟空的惊人战斗力，为了避免大动干戈，将他招安并授他做了个养马的小官弼马温。但悟空嫌官小，后返回花果山，自称齐天大圣。玉帝派天兵天将捉拿孙悟空，但都给孙悟空打了回去。玉帝怕他再闯出什么祸来，无奈之下，干脆就把蟠桃园交给他管理。一次，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，请了各路神仙，却单单没有邀请孙悟空。他非常气恼，就偷吃了蟠桃，毁了王母的蟠桃宴，又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金丹后逃离天宫。玉帝再派李天王率天兵捉拿，观音菩萨举荐2郎真君助战，太上老君在旁使暗器帮助，最后悟空被擒，悟空被刀砍斧剁，火烧雷击，甚至至丹炉锻炼749日，依然无事，还在天宫大打出手。玉帝降旨请来如来佛祖，才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，这一压就长达500年之久。500年后，观音菩萨为了帮助唐僧完成西天取经的任务，
决定派遣孙悟空作为唐僧的护法。观音菩萨首先出现在唐僧面前，告知他需要前往西天取回真经，并且告诉他会有4位护法相助。唐僧在观音菩萨的指引下前往五行山，在那里他听到了孙悟空的声音，得知这只被困的猴子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护法之一。唐僧按照观音菩萨的指示，揭去了封印孙悟空的符咒，解除了五行山对孙悟空的压制，从而释放了他。释放孙悟空后，唐僧劝他皈依佛门，给他取了新的名字行者，并用观音菩萨给的紧箍咒控制了他的行为，以确保他在取经路上能够忠诚地保护唐僧。自此，孙悟空成为了唐僧的大徒弟，与猪八戒、沙僧共同护送唐僧前往西天取经，途中与各种妖魔鬼怪斗争，解决各种难题等，经历了981难。最终，孙悟空帮助唐僧成功取得真经，自己也修成正果，被封为斗战胜佛。孙悟空的性格特点鲜明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总是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。无论是对抗天庭，还是保护唐僧取经途中遇到的各种妖怪，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。他也极其聪明机智，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。尽管他有时显得顽皮、叛逆，但这种性格也让他更加生动可爱。孙悟空的反叛行为，如大闹天宫等，反映了他对权威的挑战以及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。他不愿受人摆布，渴望获得应有的尊重。虽然如此，但他对师父唐僧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。在取经的过程中，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师父和同伴，对抗那些欺压百姓的妖魔鬼怪，维护正义，打击邪恶，也展现了极高的忠诚度和正义感，战斗力更是毋庸置疑。孙悟空的形象及其蕴含的精神，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它不仅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，更是勇敢、忠诚和正义的化身。孙悟空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，亦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片、漫画、游戏等多种媒介中都有他的身影。例如1986年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形象，至今仍被视为经典。还有周星驰经典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就以他扮演的孙悟空为主角。而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的经典作品《龙珠》的主角悟空，也是以孙悟空的形象为原型创作。这次黑神话悟空的成功，是将再次带动孙悟空成为全球热点。未来我会制作更多视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